老师说，我们怎样管理时间，将来就会怎样管理人生。所以，我的每一个早晨都是从倒计时开始的。叶白夏，雷老师说，要学会在一段时间内做2件事或3件事，这样就可以拥有比别人多出好几倍的时间。雷老师说，时间永远不等待弱者，他喜欢被驾驭，不喜欢被追逐。雷老师说，对时间吝啬，时间就会对你慷慨；不辜负时间，时间就不会辜负你。雷老师说，管理好自己，照顾好自己，是一种能力。只有这样，当天黑下来，自己才能成为那盏照亮自己的灯。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。所以，动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。这句话的意思呢，就是老天爷想把重任交到一个人手里，必先让他的心灵遭受痛苦，让他的筋骨经受劳累，让他经历饥饿之苦，让他身心世界颠倒错乱。人在客观世界里，会因为遇到困境和自身判断的失误而犯错误，有过能改，就求得了生。人的一生中，往往会因为雷老师说，每个人的人生都在跟时间比赛，学会管理时间，驾驭时间，不娇气，不软弱，时刻准备着和困难徒手相搏，才配拥有最精彩的人生。这就是我的一天，我感到非常充实，非常快乐，因为这一天是我的生日。早上好，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今天天气晴朗，宜出行。早餐来瓶酸奶，美味营养，活力加倍。
行信用卡。标题：您的信用卡账单即将逾期。发件人：商业银行信用卡。标题：您的信用卡账单即将逾期。发件人：郑州农商银行信用卡。标题：您的信用卡账单即将逾期。发件人：幸福彼岸公寓客服部。标题：第二季度房租催缴通知。房客，现就你未及时支付本人租金一事，向你通知如下：2018年9月11日，您与本人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租赁期限，自2018年7月15日起至2019年7月14日止，如租赁期满仍需续租。嘿，小单，播放今日新闻。好的，马上为您播放今日热点新闻。受在线教育兴起冲击和传统教培行业竞争激烈影响，智享文创上半年实现营收24.35亿元，同比减少5.3%，为集团成立以来首次出现业绩下滑。截至昨日收盘，公司股价连续3日下跌，累计跌幅达19.1%。智享教育板块负责人王玉阳表示，集团将进一步加大 K12线上教育开发投入，并积极探索 AI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，不断提升课堂效能。当老师你还是算了吧，别再害人了。哟，梁老同志，你这车呀，老古董了，要是不好修，这发动机啊，折腾我大半天啊！你看，轮胎、前减震、钢圈全是新的，还有你这油箱啊，按你的要求每走新漆。不过呀，这我们就保留着。对了，我说你啊，看不换辆新车了啊？这车折腾半天得花不少钱。老朋友了，当年没机会跟他好好相处，现在补上。跟你讲了多少次了？退回去！你讲的我就得听啊，我没听见，我又不想听见。我最后跟你说一次，现在，你从哪儿买的送回哪儿去，花了多少钱把多少钱拿回来。不是，雷老师，我自己攒的钱，我自己给自己买个礼物不行吗？也行，你写个保证书，以后在外头汽车飙车出了什么意外，修理费、医药费统统自己负责。你要能负得起这个责任，车就留下。雷老师，你再看一眼，你没看清楚你就多看几眼。
清北，清北，别人考上了都是敲锣打鼓，恨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。你呢？我考上了，你一句好话没有，升学宴也不来。好，那我现在我自己给自己攒的钱，我给自己买个礼物，我高兴一下，庆祝一下，不行吗？还是说只要我高兴了，你就特别不高兴？写保证书吗？不写车就别想留下。这就是所谓的专用车位啊。老师好，老师好，老师好，老师好。早上好。过分夸张了吧？才几天啊，之前那棵树死了。哎，那都是松柏4班的丁小宝和张青老啊。哎呦，真羡慕你们啊！咱们得跑操他们。哎，别杵着都不动啊！干起来，让这棵树感受你们的真诚。干活。今天是集训的第1天，咱们一起给这棵月桂树施肥、浇水、播撒正能量，就算是11班的成班仪式啊！作秀有什么好看的？要不来搭把手？还差2桶水呢。来啊，来怎么好？过来，过来，过来帮忙啊！来不来？没人看了，可以放人了吧？谁说没人看了？
你说的集训就是种树啊？想浪费时间就趁早说，没工夫陪你在这儿演。看见这棵树枝了吗？1年之后，把印着你们名字的清北录取通知书卷起来，缠上红绳，挂上去。到时候，所有那些今天看不起你们、嘲笑你们、不相信你们的人，他们都会来这棵树底下拍照、打卡、发朋友圈，说11班就是我们学校出来的，说李然、程雨山、江晴朗、边小小、宇阳是怎么从垫底生一步一步考上清北的。到那个时候，这棵树就是所有奇迹的起点。好，我下面宣布3条纪律。第一，从今天开始集训10天，只针对语数外3门。集训结束之后立刻考试，保证你们每人起码提分50。可能吗？怎么不可能？疯狂施肥，拔苗助长，先立 flag， 大不了死了就再换一科呗。第二，11班严禁作弊，一旦抓到立刻退班滚蛋。我这儿不欢迎划水的，有想找刺激的可以挑战一下。第三，不要喊我老师，老师这个词儿很高尚，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的，起码我做不了。那这在学校里不叫你老师，叫你什么？雷子、雷兄、雷叔叔、雷先生，姓雷的，只要不喊雷老师，喊什么都可以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，姓雷的，挺好。好，11班正式成立。回去上课吧。同学们，上课时间到了，各自到教室准备上课。行了，讲过别喊了，浪费时间啊！今天我们做第3套模拟题。哎，上课了，上课了啊！起立！老师好！哎呀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讲了别喊了，浪费时间。啊，我现在发呢第3套模拟试卷，只做选择题，15分钟交卷啊。起立！老师好！同学们好，坐一下。今天我们学习一下课文《声声慢》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
怎么第一节课就让我们上自习啊？你找的老师呢？哎，姓雷的。啊？你说什么？你就说你是不是还没找着老师吧？是啊。不是，那你这10天集训你都要干嘛呀？啊？哎，没安排是吧？行，我先去给他们上一节心理健康。桑老师，你觉得想要提高成绩，除了刻苦学习之外，更重要的是什么？老外乔布斯，你平时换一块电池能赚多少钱？你是什么型号都能修吗？最新款的会不会？我问你呢。修最新款的基本上都是民营桃李班的，松柏班的你是头一个。哦，对，你是来下凡渡劫的。我就问一问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就是，像我们这种土鳖，怎么可能会修最新款？我可没招惹你啊，你给我好好说话。不打算去圈圈吗？再等等。我跟你说话有经验没？什么人，真服了。别让这个，打球去。哦，我去，能不能别吵了？还有你，拍够了吗？走吧，桑老师，该收网了。宇阳、李蛋、江晴朗脚踝护腕，李然桌子底下，程雨山衣服里边，边小小后边整理箱。怎么不说话了？刚才不是吵得挺欢吗？又是什么最新款，又是什么搞偷拍，这会儿舍不得这万恶之源了？我在回我妈消息。理由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你们没有一个人能坚持学习10分钟。甚至有的人手机拿起来就没放下过。桌子里还有一个吧？哎，老师，想拿11班攒粉蹭流量是吧？这类吸粉粘着度不高，只是凑个热闹，看看就走。1年之后你们考上清北，到时候你就是全网顶流励志网红，根本不缺粉丝。
我先说结论了，你们考上清北最大的阻碍，不是智商，不是分数，不是家长，而是他，你们一时半刻也离不开的手机。在解决这个阻碍之前，教你们什么都没用，所以呢，第一堂课就是手机戒断。从现在开始，无论有什么消息、什么推送，一律只能听，不能看。你这是什么操作啊？借手机不是得关机吗？你怎么还调大音量了？不了解对手的套路，怎么能够 KO 他呢？先看看手机是怎么让你们成瘾的。班主任受累，发一下这个。下课之前把这张表填完，回忆一下你们的家长在不上班的时候都干些什么，越详细越好。这就是手机成瘾的第一个机制——触发。人，感官动物，图标越鲜艳，铃声越好记，就越能吸引你的注意力。这一切设计都是为了触发你的本能反应，让你觉得非常想点开它。没上当，接着写。我得回一下我妈消息，要不然她会以为我死了。可以，但是要投屏，大家一起看。哎，侵犯隐私了啊，姓雷的！你不是让我这么喊的吗？不想投屏你就忍着，你也不希望大家一起看你妈妈的微信吧？这就是第二步。渴求，吸引你们的不是手机，而是未知。一条消息，你不点开它，就连续推送很多次，总让你觉得发生了什么惊世头条或者重要信息。但凡你产生了不得不点开，否则就发生了什么，错过了什么这种想法，你就中了他的第二个圈套。然哥，回消息噻！38号子换主板，放学前多加100块。姐，Switch 的周末，电人间给我搞坏了。小彩虹等149人已成为您的粉丝，快来看看吧！您的视频收到93条评论，立即点开。别老师怎么不播了？太关注是吧？取关了，立即点开。老师，我要看。要投屏啊！好，我投。哗众取宠，
学校是他家开的，不靠谱。哇，我们学校的火箭留名，龙海李然，干啥不行，装13第1名。5个炸声考清北，走过路过别错过，左2的小哥哥有点帅，求选名。点开它，你就输了。这就是他的第3招。回应，你们回忆一下，是不是一拿起手机就放不下了？点开一个 APP， 还想点开下一个？这是因为你们的大脑想要得到奖励，就算你一时半会儿刷不到你想看的东西，你也会千方百计地满足自己。边小小，回座位。这就是手机使人成瘾的4个手段，想要解决也很简单，他怎么套路你的，就怎么套路回去。不触发就是别看，不渴求就是停止想象，不回应就是别碰，最后绝对不要让自己得到奖励。就比如刚刚的边小小同学，下次你再想点开评论的时候，就想一想刚才的社死瞬间，保证药到病除，再也不想看了。老师，你别再说了。好了，手机戒断课就到此结束。考试也很简单，从今往后，只要一进入这个教室，就自觉地把手机放上来，由班长监督。谁要是没做到，没收班长手机3天。哎，老师，啊，不好意思，没事，你继续。怎么不回妈妈信息啊你？我还以为你发生意外了。雨阳妈妈，哎，以后有什么事儿可以直接联系桑老师。你也不希望雨阳因为回你的信息，每天比别人少学几个小时吧？好了，提前15分钟下课，让你们错峰吃饭。吃过饭之后回教室午休，下午的课需要精神高度集中。容嬷嬷收了2年的手机都没用，你真觉得1节课就能让他们戒掉？大部分成年人都没学会时间管理，更何况几个孩子。乐观喽，姓雷的。不是乐观，是经验。我从7岁开始就被训练管理时间，比这可残酷多了。但你有没有觉得，他们之所以这么依赖手机、依赖虚拟网络，恰恰是因为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缺少健康积极的社交？还惦记你那心理健康课呢？怎么说呢？职责所在。可以，去帮我搞一张教务处监控室的批条，我就把课时给你。桑老师啊，我发现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。那又怎么了？说。这个房间磁场特别好，睡觉特别香。学生午休的效率还是需要加强。下午2点开会。不是用。老师好。然哥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他就是一个妈宝男，什么都不会。哎，没他妈安排，就他那个成绩能考进明英？我听我在明英的朋友讲，他每一次考试都作弊，成绩差就差嘛，还要装好学生，假得很，不像我。你不也作弊吗？嗨，我那是特殊情况。他以为自己会2句说唱，全校所有女孩就喜欢他、暗恋他了。我呸！我还不知道你那么讨厌他。我是替咱们明龙所有男生讨厌他，反正你离江校长远点就对了。你信不信？就你们班那俩女孩，不出1周，他全部拿下。我不信。江晴朗说他也不信。江校长，你有病啊！说话不会当面说呀。我这不学你的吗？
好吃吗？好吃啊，来点。好吃啊。不吃。贾庆郎，快过来！快，别着急，嘘。你不是去弄什么少根秘籍了吗？怎么跟从戒毒所出来似的？你别提了，这第一天啥也没教，又种树又收手机的，我排位都没打呢，肯定被骂死。行，我先回去了。好，用完放老地方啊。哎呀，对不起，龙玲，哎呀，孙家，你帮我说说吧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真的不是故意忘记的。平常忘记就算了，今天什么日子啊？所有人都在转发支持哥哥。要考名校木北就不重要了是吧？当然不是了，我去11班，不是你们跟我说在那直播有热度有流量，我也是听了你们说的话，我这才去的呀。这样吧，给你个将功补过的机会。那个程以三不是你们11班的吗？去整整他，肯定能火。你们说的榆木北就是高考数学32分那个吧？我没记错的话，54晚会把莘莘学子念成莘莘学子的就是他。粉这样的偶像，怪不得智商越来越堪忧。上课了还不走？你的脚没事吧？没事儿。这个给你吃吧。五谷凤爪，吃啥补啥呗。其实，刚才，其实我没有打算要拍程以三的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？我知道你们不是一类人。哦，对了，程以三有什么好拍的呀？下次他们要再逼你，你就拍我好了。行。是同一款。能行吗？你放心，它能行。谁有铁丝啊？只要能开这个，教室那个就没问题。你试试这个。有这功夫睡一会儿不香吗？哎呀，就是那个跳舞馆那个更新的系统，我搞不定的。你知道的，小杜，我是电脑白痴嘛。哎，这样好不了，你帮我搞定系统，我再请你喝奶茶。这最近新开的那家超火的，排队都要排10几分钟呢。哎，我们没锁，我就把门锁了。哎，你锁了，我看见你锁了。哎，你是不是在喝那个元气桃花露的？哎，是吧？我没记错吧？走，排队去。你们桑老师能力不行，没搞到批条，只好搞搞美人计喽。
走吧，第2堂课开课。最后一个进来的，把门关上。教务监控室，一般人进不来。你们的桑老师赌上自己的职业生涯，就是为了让你们见识一下玲珑教学的最高机密。你会操作吗？这干嘛呀？以桑老师的水平，每人机最多持续15分钟，咱们得抓紧了。高3桃李2班，没有特长生，但全班的均分已经超过了1本线。汇聚了整个明龙最有可能考上清北的裸分考生。松柏4班，就是你们2个之前待的那个班，不算是最差的，有1/3的学生努力还是能考上2班。同样是上课前5分钟，让我们观察一下，差别在哪？嚯，这闪耀不愧真的是校草。睡个觉都能睡。只保留这节课所必须的书本，清理无关的东西，这叫减少认知资源的消耗。提前预习或者复习，让自己迅速进入学习状态。提前准备好课程，让老师一进来就可以上课，能多学1分钟就是赚到1分钟。我们再来看一下松柏4班。下课时间争分夺秒的玩，提前1秒钟坐到座位上都觉得自己亏了。等到上课的时候，精力早就用光了，怎么可能不困呢？起立。能拖1分钟就拖1分钟，巴不得老师管纪律、查卫生。说闲话，只要不说学习，什么都有意思。放大看看。为什么要有倒计时？高考就是一场马拉松比赛，如果不能实时的看到这个终点，你有时会忘了比赛还没有结束。倒计时的意义就是告诉你，别放松，跑起来。英语里边有一句话叫做 "The wolf has a game when the shepherds quarrel"， 翻译成中文就是我们常说的"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"。在你争分夺秒的努力时，你的背后也有人默默地盯着你，卯足了劲儿想要超越你。如果你们能想明白这个道理，也不枉费我带你们来这儿的一片苦心。老雷，因为我觉得也有人在背后盯着你。